想去做无土栽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无土栽培这一块重点就是水肥的管理。以后利用十几期时间吧，给大家系统的去讲一下我们这个肥料的使用肥料使用实际上说起来很简单氮磷钾是吧？钙镁硫、铜铁锰锌这些一些从大元素到中元素到微量元素这些的一些补充。但是呢，我们每天补充多少呢？是吧？这个作物整个生长周期，我们需要用多少？然后那个施肥的频次是多少？这个呢，肯定很多人有时候掌握不住。你好比说番茄来说吧番茄来说，大家可能感觉到我前期我追这个平衡肥，到中后期我追高钾肥，这个是常规的土壤栽培方法。如果你是无土栽培的方法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无土栽培的种子槽里面，这个椰糠也好，或者是基质也好，它里面是不含任何营养成分的，需要人为的添加。那么我们怎么去添加呢？先说一个钙肥吧。这个钙肥是无土栽培当中是最难添加的一个元素了。钙在这个作物当中呢移动速度慢。首先呢，我们钙元素一般用原料有什么呢？硝酸钙、螯合钙锅磷酸钙。但锅磷酸钙我们排除因为它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它不是土壤栽培，所以说我们用更多的就是硝酸钙、螯合钙，是吧？螯合钙在市场上不是说很好买并且有些螯合钙呢那个不稳定。实际上我感觉最安全的还是硝酸钙，因为成本也比较低，是吧？那么硝酸钙我们怎么去利用呢？首先记住一点你补充硝酸钙的时候，一定不要和你的氮磷钾肥料一起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氮磷钾肥料当中有磷酸根粒子，然后有可能还会有硫酸根粒子，这些东西都是最容易和钙结合的是用硫酸钙或者磷酸钙石头，然后就变成一个弱溶于水的钙，不能被作物吸收。所以说食用钙一定要单独的使用。使用频次呢，你要根据作物，你好比说种植番茄种植黄瓜，钙需要量比较大。那么我们的经验一般就是啥在中前期的时候，3天氮磷钾，1天钙。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对氮磷钾吸收量也比较大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并且呢水分也需要量大了，那可能也就是说1天的时候，你可能1天浇1次，或者浇2次。到中后期的时候，1天可能要变成3次、4次了。然后我们早上的时候用氮磷钾的高钾肥或者是平衡肥，中午可能浇清水吧，是吧？到晚上那边的时候，我们用硝酸钙，每天都这样去用。这样情况下，你这个作物就不可能再会出现缺钙的问题的也不会出现你使用了钙以后迅速被固化了不能被利用了。